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从来不求村民的小包。在最近的200次实验中，我们的实验室成功的发明了一种可以提取生物 DNA 的基因武器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板砖。目前在板砖的帮助下，我们发现在击杀了特定的几种生物之后，就有可能会掉落这个生物的 DNA 链。就比如说面前的这个铁傀儡，它会掉落铁傀儡的 DNA。又比如说幻翼，会掉落幻翼对应的 DNA。而我们经过实验之后发现，如果把这些生物的 DNA 结合到一起，就可以生成一种全新的生物。新生成的生物可以继承2个生物所有的技能和属性。接下来我就会向你们展示这几个生物，你们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里面给这几个生物取名，看看谁起的名字更加离谱，好吧？那么该如何获得这个生物呢？方法也非常简单。首先我们只用丢出一个铁傀儡的 DNA， 然后再丢出一个幻翼的 DNA， 最后取出一颗下界之心，把下界之心丢到它们2个中间，给基因的融合反应提供能源。稍等一会儿，这个全新的生物就可以被培养出来了。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生物，它有铁傀儡的身躯、紫色的外壳，还有绿色的幻翼的眼睛，就连手臂都变成了幻翼的翅膀。我作为创造模式靠近它的时候，甚至会被它打飞，连创造模式都可以打飞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变态了。这个技能也是属于铁傀儡的技能，而它不但继承了铁傀儡的技能，还继承了铁傀儡超高的血量当然最变态的根本不是这2点。如果我们在和这个生物战斗的时候离它的距离太远，它身体里面的属于幻翼的能力就会觉醒，突然张开翅膀飞到天上去，然后向你飞扑过来，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不可能从它手中逃过去的，只能选择跟它决一死战。如果我们成功的击败这个生物，是有可能掉落它新的 DNA 的，就是这2个生物集合之后的 DNA。 不过现在我们还用不到这个 DNA， 先把它存起来。除了幻翼和铁傀儡组成的这个人形的怪物，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动物型的怪物。首先我们就要获取苦力怕的 DNA， 然后就是疣猪的 DNA， 将这2个 DNA 放在一起，然后丢一颗下界之心。我也不知道该取什么名字就暂且先叫这个吧，苦力怕猪。这个苦力怕猪有疣猪的超高防御以及击退抗性，还有超厚的血量，而且一旦被它接近，它就会以很快的速度爆炸，就连创造模式都不例外。如果我们成功的击败了这只，我们刚刚成功的击败了这只苦力怕猪，然后掉了一个苦力怕猪的 DNA， 是由刚刚2个 DNA 结合而成的，也是一会儿才需要用到的，我们先把它存起来。然后就是最后一种基因生物了，我们需要获得末影人的 DNA， 还有守卫者的 DNA。 将这2个 DNA 和一个下界之心结合在一起，就会出现一只黑色的守卫者一样的末影人。它有一副末影人的身体，但是却有守卫者的尖刺，而且它的眼睛变成了守卫者的独眼。不过这只融合生物相比原来是有一些缺点的，就是它作为末影人可以躲避弓箭的属性消失了。虽然如此，它还是继承了前2个生物良好的品质。第一个就是守卫者的雷射激光，当我们靠近它的时候，就会不停受到它雷射激光的伤害，而且在这个同时，它也是可以进行普通攻击的。不过感觉它的移速貌似没有原来的末影人高了。它和之前的那个幻翼铁傀儡有相似的属性，就是如果我们离它的距离太远，它会直接传送到我们旁边。虽然这个传送没有伤害，但是它大大的降低了我们可以逃脱的可能性，甚至因为身体里有只鱼，末影人连水都不再怕了。我们成功击败这只生物之后，又可以掉落一个它们的融合 DNA。 这个时候就来到了我们最终的实验阶段，将这3个 DNA 全部融合在一起，结合6种生物的 DNA， 然后再丢一个下界之心，将这3个融合起来的 DNA 再结合出一个全新的 DNA， 这简直就是6道轮回、66大顺、6根清净、6亲不认、6神无主。这个生物实在是太夸张了，它继承了这6种生物的所有技能。如果在它的身边稍微待久一点，它就会以爆炸的形式来攻击我们，而且移动速度非常快，根本躲不开它的攻击。有时候还会用铁傀儡的轻轻抱抱举高高，把我们打到天上。甚至它的自动寻路功能也很强，掉进了水里之后会自己跑到岸上去找我们，连用水风筝它都不可以。而且就算我们使劲跑出了它的攻击范围，它还继承了末影人的属性，会瞬间飞到我们旁边，或者是继承最开始幻翼的能力，螺旋起飞，然后向我们冲过来，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逃跑的办法。甚至我在用鞘翅起飞的时候，它会飞到天上来撞我，而且这个血量是真的厚，我这个板砖伤害超高的好吧，打它居然一点都不疼，感觉血量都快接近末影龙了。我给它取了一个响亮而霸气的名字，铁翼爆炸瞬移雷射猪，不知道你们可以想出什么奇怪的名字。如果我们成功的击败了这个生物，它会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强力的掉落物，
这个掉落物叫做变形魔杖，手持这个魔杖，右键就可以使用这个怪物身上各种能力，按 F 即可切换。首先就是这个镭射光线，这个镭射光线的伤害比守卫者可高多了，击杀这些怪物基本上都只用一下一个。而想要击杀这个 BOSS， 一下却只能打掉这么一点血，可以看出来这个 BOSS 有多变态了吧？它可相当于几十条怪物的性命。那么除了这个激光，我们还可以使用铁傀儡的能力，像这样子把这个怪物给打飞到天上去。不过我们把它打飞了之后，它有可能会突然瞬移到我们旁边，或者从天上飞下来打我们。还有个能力就是油珠的击退抗性，不过这个能力也好像没什么用啊，和这个 BOSS 打的话就是白白挨打。那么下一个能力就是小黑的瞬移能力，我们可以在没有冷却、没有伤害的状态下进行瞬移，可以说是一把战斗神器了。不过它最变态的，在我看来不是这一点，它最变态的是可以飞，像幻翼一样飞。只要我们切换到幻翼的模式，我们就可以像拥有无限飞行的鞘翅一样，在天空随意的飞行。不过稍微有一点缺陷，就是移动的时候视角会有一些卡顿。想要从天上下来，只用按下 Shift 的就可以了。另外，这里面还有苦力怕的能力，我们可以像苦力怕一样对自己周围的东西进行轰炸。但是和苦力怕不同的是，自己是不会受到伤害的，甚至连掉落伤害都不会受到。而且这把武器没有耐久，非常变态。怎么样，小包博士今天的实验是否令你们满意？如果你们满意的话，可以点一个小小的赞和小小的关注支持一下。我最近正在研究村民的 DNA， 感觉就快有突破了，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。好，那么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